白菜可是冬季好食材，几乎家家都少不了。它不仅有解毒的功效，更是冬季补水的好蔬菜。如何将白菜做得美味又健康？今天就为您带来了美味的白菜16包，以及有养胃功效的板栗烧白菜。经典的板栗烧白菜可是胃病的食疗药膳之一。关于板栗如何去皮，大厨更有独门绝招与您分享。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说起这白菜，我相信呢，在这个季节您是再熟悉不过了。咱在家中呢，到冬天储存最多的就是这白菜，吃的最多的也是它，就这白菜。可是说到这白菜，咱在家里呢做这方法啊，也就那几种比较单调。那今天健康新时代就教你做这个比较单调的白菜，但做法呀却一点都不单调。给您请来的是中国烹饪大师饼大厨，欢迎。你好，大飞。饼大厨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解答的呢是白菜里面有多少奥秘。都说这白菜有营养价值，而且呢是100天不吃白菜身体就会受不了的。那么究竟它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呢？给您请来的是营养健康老师顾老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顾老师。大家好。白菜呢现在已经给顾老师以及饼大厨准备好了。大厨接招，第一道菜是什么？这个白菜16包。白菜16包，现在教你做。制作白菜16包需要的原料是美味的白菜、新鲜的虾、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冬笋以及韭菜。首先，我觉得应该选一个好白菜。对，你看，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主妇是最会选白菜的。教大家一招怎么选。这个一定要选这个实心的。实的，这个呢，捏实心。哎呀，其实比较实。这个它这个白菜呢，就是好吃，好吃。哎，如果这个白菜比较松软的话呢，那就这个白菜吃起来就是，不甜，地上没有这个甜鲜的那种感觉。没错，就是不脆，然后含水肯定不多。它带一点老帮呢，这个可以无所谓，没错吧？你带老帮，如果你尤其你要那个把它储存起来的话呢，你可以带老叶。老叶之后它干了之后呢，它就把里面给包起来。没错，这样你的储存的时间可以比较长一些。那咱今天选的这个白菜哈，你看摸起来就是实心的，而且看颜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好的白菜呢不是那么绿的，不是深绿色，而是这种若有若无的这种小绿色，是不是？你看都不错，对，是不是？而且没有虫眼儿。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的白菜呢，这个是最好的白菜，没错，最好吃的时候，好吃的是吧？你无论这个怎么吃，它都这个白菜的味道，它都非常的比较原味儿，很鲜美。你话再说回来，如果说天天吃这白菜，就那几种做法都吃够了，再好吃的东西也吃够了，是不是？对。那今天大厨，你这16包，咱现在开始操作。咱这个16包做呢，是用这个，主要是用叶，用叶子。好，咱现在给它改个刀，把叶给取下来。哟，这个叶子切下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包子皮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当皮儿。好，一层一层取下来，挺漂亮的白菜，像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对，光要外面这一层。没错。你看它这外面这一层呢，给它取下来的时候，看上去不是很大，但给它扒开之后，你看还是挺大的一个叶子的。估计做16包，其实这么大，真的是足够装住好多的馅儿了，是不是？好，给它烫一下。说起白菜，老人说呀，说这100天之内一定得吃一次白菜，因为白菜呢有这个解毒的功能。那么这句话有没有道理？白菜究竟里面有多少营养呢？白菜呢，其实呢，老人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解毒。因为咱们冬天的时候啊，往往喜欢进补，冬季进补吃一些肉食啊，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来讲的容易上火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冬天我还不愿意运动，是不爱运动，人都懒了，外面那么冷，都愿意在家里呢待着。那么这个时候呢，吃一点这种粗纤维的东西，尤其是像白菜里面的纤维质，尤其白菜叶子，你看我们这个叶子和帮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这个帮让人感觉就是纤维比较多，没错，都是粗的，好像其实呢这种它含水分多，其实真正的纤维在叶子上。叶子的纤维，对，这个纤维呢是含量比较高的，叶儿比这个帮纤维质要高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吃白菜的时候呢，要多吃叶儿，它用来排毒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这是排毒，宽肠排毒。那还有什么样的营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像白菜里面的矿物质有几种特别好，比如说像对于女性来讲啊，我们都喜欢养颜美容。那么冬天的时候啊，气候太干燥了，没错，皮肤就发干。那么这个时候呢，有2种维生素是能帮我们保水养颜的，就是维生素 C 和 E。
C 和 E， 这个很常见的。对，很常见。水果中维生素 C 多。对。那么蔬菜呢，有一些深绿色的菜当中啊，含维生素 E 也多。那么像白菜这2种都多。维生素 C 和 E 都多，所以可以帮我们保住水分，所以吃白菜可以美容的。白菜是美容的，对。白菜不仅呢能够给我们提供好必要的那种味道，而且呢还能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营养价值。所以说这个就冬天的时候，咱得换一个新鲜的吃法来吃。这边大厨把这个白菜呢叶子正烫着，而这边呢我们正在改着刀。咱今天一起搭配的有冬笋，还有虾仁，还有这边一些这是白菜。白菜已经看不出来曾经的这个面目全非。白菜帮给它切成条了，叮了之后呢，然后撒了一点盐，先把它这个水分下一下。我说实话，在家里最讨厌吃白菜帮，都别吃这个部位。一吃到白菜帮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生是有多寒酸的。是啊，这白菜帮子不好吃，咬起来的时候纤维很粗，对，它是粗纤维，但是呢，它含量又不是很高，水分太多了，所以水汪汪的。咱大厨这边给它做成这种感觉。而且腌咸菜也挺好的，对，白菜咸菜也很不错。好，这边我们给它放点盐腌着，这边我们给冬笋也切成小丁儿，包括我们的虾仁，这个烫一下就行，大烫一下就可以。好嘞，给它取出来，过一下凉水。我这边给您过，这个你看哈，烫完之后它会变得特别的绿。现在我们的白菜叶子呀已经过完凉了，我觉得哈，这个不能烫太久。对。它那就没了，就飞了，就烂了。因为这个白菜叶呢，特别容易烂。你如果烫的时间长呢，这个一个是它这个，它就尤其做咱这个菜，没错，它没法当皮了。让它挺一点点，是不是？那好，这边烫好了，咱接下来怎么烫？然后弄下这个水呢，把这个粉焯一下，这边 OK， 把虾仁也烫一下。OK， 我们准备一个碗，把这个拿出来。其实这是在做馅儿。做馅儿。石榴包嘛，用白菜做叶子，里面呢往里面灌白菜帮做馅儿，白菜帮还有这个冬笋。要说吃包子，你可能在家里吃这种山东大包子，也就吃一个半就左右了。而这个您10来个，可能都不定怎么回事儿。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不错的。好嘞，这边咱已经都焯好水了，接下来呢，好嘞，炒一下馅儿，还要再炒它，还要炒一下馅儿。这一包起来吃就可以了。这个馅儿呢，就是炒这个五花肉馅儿。对啊，是五花肉。哦，还要加五花肉。对。其实我在家里做白菜的时候哈，是舍得放肉的。没肉的话，这个白菜特别不好吃，素，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好单薄的味道，味道一点都不重。因为白菜它含水量太高了。没错。而且脂肪也含量极其低，所以没有五花肉啊。这种稍微肥一点的肉给它做底料，好像就不太好吃。没错。好，来一点底油。今天我们用的油啊，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加物质，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智力发育非常有好处。建议你在家里试一试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锅中我们爆好香之后，立刻放入五花肉，来回的炒一下它。我呀做白菜的时候喜欢放五花肉，包括平时我做这种比较素的蔬菜啊，都喜欢放点肉进去。对，尤其纤维粗的一些蔬菜，都喜欢加点油大。好，炒姜一下。其实我们老百姓不用担心，好多人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吃肥肉。其实呢，我们炒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油的用量呢就已经很少了。没错，因为比较素一点的菜，它还能帮助咱们把脂肪脱出去。所以呢，稍微用一点肥肉还是没有关系的，没关系，是不是？五花肉对，在营养上来讲还是搭配还是合理的。你看炒香之后，立刻放入的是我们刚才的生抽，是不是？生抽主要是为了增鲜。那我们接下来加入的刚才是一点汤，这点汤呢，把这个肉烧一下，来点汤进去。OK。你看这个炒的时候，这个颜色哈，还是变成这个红色的。主要是让这个肉呢，这个有个香味儿，不然的话，如果你生肉往里包的话呢，它这个肉有一种腥味儿，它会带一种这个肉里特有一种腥味儿，就不鲜了。不香了。而且这样炒的时候呢，它本身的一些油也会出来，对，出来一些油。炒出的直接连带我们的油也拌进去吗？对，连油也拌进去，这个会更香一点。没错，拌一拌。好，要拌一拌，要拌一拌。好，我们的冬笋和那个虾仁不需要再炒了，这是不用炒了，直接放进去。好，拌一拌它。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到一个，还要再调味吗？这时候稍放一点盐，因为刚才那点酱油呢，它只是这个对这个肉提了一点味儿。对，因为我们的笋和我们的虾仁还没有味道。再来点韭菜，韭菜碎末，韭菜又被誉为是壮阳草。是。
非常的提鲜，而且冬季的时候吃的，以后纤维呢也会帮助我们排毒。没错，对，咱试一试，好不好？好嘞，这边加了韭菜之后闻一闻味道，像什么？像在家里做这个韭菜馅的饺子，三鲜饺子、三鲜包子之类的。今天咱这是3鲜的16包，好香啊！这是烫过的这个韭菜，我们把它当绳子。当绳子用。哇，就是说我们这个绳子也能吃。烫了以后干什么？而且这个绳子呢还非常的结实，没错，这样拽的话是很有韧性。的确。咱现在开始包16包了。包完包之后，我们还要再蒸一下，还要在锅中蒸。蒸的目的是什么？蒸的目的是把这个味道呢，融合一下。让相互融合渗透一下。粉的香味呢，肉的香味和这个虾仁还有白菜的这个韭菜的香味，充分的融在一起，相互吸收一下彼此的这个长处。然后让这个白菜叶呢也沾一点光。没错。好，来，咱给它包起来。需要馅儿很多吗？包过来也可以，因为这个皮呢，它不是面皮，它没有这个伸缩的那一块。对，它不像我们平时的面皮，它多大叶子就多大，你选择多少馅儿。好，我给您记，这个还是2人共同操作，是不是？对。好，好嘞，这边记上。好嘞，就这样子，一个16包，咱呢先给它单独的摆出来，一会儿呢再放入我们的盘子中。小的盘子，好，弄好了一个16包，咱给它单独弄出来。好嘞，一个16包已经 OK 了。接下来呢，丙叔教你做第2个、第3个，一会儿呢一起放入容屉之中。你在家里包这个16包的时候，我建议你要用这个大一点的白菜，因为你看刚才丙叔在包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合作才把这5个包起来，所以说呢，你在家里这白菜叶子的选择也是有要求的。好在5个已经包上了，放入容屉之中，我们再蒸它一下，大概要蒸多久呢？丙叔？蒸5分钟吧。5分钟，这么久，它会不会白菜蒸太烂？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白菜呢，因为它已经凉透了，没错，需要再把它给蒸热了，然后把里面这个原料再蒸熟了它，再蒸出汁水来。OK， 那好，现在放入锅中来慢慢的蒸它。那其实说到这个白菜，你看哈，丙叔，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呢，一冬天都得储存好多白菜，你有没有什么招告诉大家怎么储存，才能储存的更久一点？这个现在呢，不像以前了，以前这个一般家里买了之后呢，都是买很多的白菜。对，没错，上百颗。的确，一个白菜山，因为它去大批量下去的时候非常便宜。的确，这个现在的储存呢也是这个，只要把它放这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别冻，这玩意它也冻了之后呢，它也不行。对，也别放的太暖和的地方，现在家里有那个有暖气。对，有暖气，对，的确。放在一个比较凉一点的地方，就凉台吧。就是0度最好，不能低于0度的白菜储存。白菜的储存温度就是0度，你在家里呢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落，然后储存它。我们这边啊，在正式的16包出锅之前呢，还要调一个芡汁儿，一会儿要淋上去，是不是？对。好，这边我们锅中来点水，这个芡汁咱要那种咸口的。咸口的。OK。好。加一点的盐可以。好，来点盐，有点芡。这个芡汁要很稠吗？不用很稠，玻璃芡。玻璃芡，玻璃芡就是那种很晶莹剔透的，有那么一点点薄薄的，点香油，来一点香油。这边我们准备出锅，然后我这边呢，给丙叔哈，准备好一片空地。出锅这一刻，我们会发现哈，这个白菜呢要比刚才呢更加软一点了，因为蒸过之后用这个蒸汽熏过它了，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好，5个精致的16包。这道菜你说咱应该是把它作为主食呢，还是要把它作为菜呢？还是青菜？还属于是菜品。我觉得还是菜比较多一些。没错。热量非常非常低，我觉得想减肥啊，就吃这样的菜是非常好的，既精致又可口，而且还会显着吃的很多。的确，实际上能量很低。冬天到了，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天冷了，在家里做一道这样的白菜16包是个不错的选择。味道怎么样呢？咱现在就尝尝。好大的一个16包而且呢，有一些汤汁已经流出来了，很兴奋的夹起它的时候，哇，非常非常鲜美哦。而且韭菜很重要，韭菜呢不光是做绳子，里面加了这个韭菜馅儿也很重要，非常非常鲜。这个做这个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调馅的时候，你把这个味道一定调好。调好之后呢，这个刚才切的这，尤其你看里面这个白菜帮，是吧？一下一下水分，不然的话，它这个在蒸的过程中，它的水分会下的太多了，对，就出水了。你把这个水分给攥出来。白菜石榴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道菜品，希望你呢在家里好好的试一试。那接下来秉车要给你带来的也是第二道哈，用白菜做的不寻常的菜。第二道是什么名字？栗子白菜。栗子白菜怎么做？给大家说，第一步在这开始了。制作板栗烧白菜需要的原料是有补肾功效的板栗、美味的白菜以及虫草花。还是先加工一下这个白菜。好，再给它切一下，切成条状，直接切成。那切的这个状态有点像娃娃菜，是不是？对，这个菜呢，可以用这个白菜帮做。因为咱刚才剩了一块这个白菜心的。刚才用白菜的叶呢，我们做的是石榴包，这个我们做这个烧菜。一颗白菜都不浪费了。没错。先把它焯一下水。为什么要焯一下水呢，大叔？焯一下水，这个过一会儿烧的时候，它能适应这个味去。利于它入味。对，这个本来这个菜呢，传统的做法呢，应该是过一下油。没错，拿油炸一下。过一下油吃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粗纤维它会很容易吸油。对，那会有点油腻了，有点油腻的就好，这边呢，这先叫它煮的，还要把这个栗子这个里面这个栗皮去一下。好，说起这栗子呀，你看我们平时在家里啊，去这个栗子皮都是一个麻烦事儿，尤其是这种虽然说已经将硬壳去掉了，可这层单薄的皮儿啊，有的时候这是最难去。你看，然后用热水烫，我在家里喜欢用热水烫，对，烫一下可以，非常难去，也是很难去除。这里一个就是我们酒店经常用的这个办法，就是用油把它炸一下，一炸之后呢，这个皮它就这个硬了，就硬了，没错。硬了之后呢，而且这个栗子呢，它也熟了。栗子熟了，皮儿也硬了，一举两得，而且还挺增香的感觉。这油温在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把栗子七成热的时候，7成热的油呢，就是已经开始动完之后呢，它已经陷入平静的时候，大概7成8成热，对，是不是？今天我们搭配白菜的是栗子，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顾老师，这栗子呢都被奉为是什么？是一种能够强筋健骨的一种食材。它主要的一个营养是什么呢？其实板栗呢，它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在所有的干果当中呢，含脂肪是最低的，最低的干果，含淀粉是最高的，相当于什么呢？你吃1两板栗，相当于吃1两饭。就这么个道理，那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一样多的。那我们如果吃它，也得控制住量。那也得控制量，就是说它含的淀粉多一些，脂肪比较低，所以吃这个呢，相对来讲呢，就不像其他的干果那么油腻，热量那么高，所以总热量呢挺低的。可是呢，你要当饭吃。别就是说你吃了它很多之后呢，你还吃很多的主食，你还吃很多主食，而且吃板栗是很适合秋冬季节，能够强筋健骨，能够补肾。对，补肾啊，强筋健骨啊。那么这是中医的说法。那我们西医来讲，它有时候还比较助消化。助消化，对，真的是很棒。那冬天的时候吃一点板栗比较不错。咱这边呢，把板栗哈，直接在7、8成热油温的时候呢，就下进去，炸一下它。这个是不是一炸就很容易成熟的这种？对，一炸就很成熟。炸完之后，它自然那个外面的皮就裂口了。对，拿出来一搓就可以了。OK。因为它的淀粉质含量比较高，没错，淀粉就有点像我们的馒头一样，一放油里一高温一炸，它就硬挺了。对，就硬挺了。 OK， 这真是个好办法。没错，给它接过来。好嘞。哎呦，你看，一炸之后呢，这个皮就自己就脱落了。出来了。好，取出来。哇，所有的板栗都已经 OK 了，看没看到？咱现在呢，你看用这个手一搓，或者说用筷子一拨就下来了，很方便，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对，这也是这个在我们厨师在日常工作中，这个为了省时间积攒的这些经验，是不是？没错，你看这轻轻一拨就出来了，很棒。你看一颗又一颗完整的板栗就 OK 了，那放在一边我们备用它。观众朋友们，秉大厨教给大家的独门绝招记住了吗？难以去皮的板栗，用油炸过以后，轻轻一拨，皮自动就掉下来了。这样的办法不仅有很好的去皮功效，更可以让板栗成熟，烧制的时候味道更加香甜。一小把板栗，现在我们大厨呢已经剥下来了，看到没有？剥完之后的板栗呢，表面是油光锃亮。是啊，看起来感觉就很好。的确，这边呢，我们的白菜帮也焯好水了，差不多。好，这边给大厨准备一个坛子，取上我们的白菜。好嘞。好，
烫好了之后要比原来呢更绿一点。别忘了刚才丙厨给您的提示，这白菜啊不适合烫太久。接下来我们把锅热上之后，来一点的油。那今天我们用的油呢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就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加物质，对老年人以及儿童的智力非常有好处，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试一试。我们这个油已经热了之后呢，就放入我们今天已经烫好的白菜帮。这时候我感觉把油这样一烹这个菜之后，菜的表面就会立刻形成一层这个油的膜，油的膜很香，瞅瞅。再把它炒一下，再用这个油来煨一下。我怎么好像闻到了一点点这个香喷喷的味道？是因为我们的白菜一遇油的时候就会这样吗？哎，对。其实你看，今天我们把这个来回的炒一炒呢之后就 OK 了，就立刻放入我们的板栗。我想问一下顾老师，这个板栗和白菜在一块搭配，您觉得怎么样？应该是挺好的一个搭配。这个吧，其实呢，过去这个板栗挑白菜，它是一道药膳。药膳。比如说像这个小孩子或老人消化不好，冬天的时候吃的这个油腻的东西过多，然后呢，就是胃肠道不好，我们都可以用板栗烧白菜呢作为一道药膳。那么调理身体，对，调理身体的。那么而且呢是素食。过去的时候讲是就是素斋当中用的。我们这个板栗呢，有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油炸过，然后呢，它相对来讲呢就加强营养，香一点，香一些。那么把它一起这种荤素搭配呢，很适合人体，而且呢消化也比较软糯一些，好消化。其实你看这道菜哈，它把这个板栗呢刚放进去之后呢，就立刻加汤。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烧汤，你看到现在开始，我们还看起来这道菜比较清淡一点点，挺清淡的，太清淡了。加一点这个泡过的那个虫草花。虫草花，虫草花跟虫草不一样。不一样，虫草是冬虫夏草，这个虫草花是一种菌类。也是一种就是我们的野生菌。这种野生菌对人的有没有什么它对人体有非常好的功效呢？就是它的这个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里面的氨基酸啊，还有一些这个虫草素，对人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这是一种菌类，今天我们作为一种配菜搭配进去。今天这个放这个虫草花的主要原因呢，是用它来调色。调色，因为它这个虫草花这个经过保质之后呢，或者泡过之后，它那个颜色是橙黄色。你看，就像我们这个水，这是泡虫草花的水，对，是不是？它就会变成这样的颜色。对。刚才汤是白的，放进去之后呢，它就带点黄色了。的确，挺好的。就是说以前的时候，这种药膳汤呢是不搭虫草的。没错。现在呢，虫草花呢被大家又发现起来了，发现太吃的多了，现在很流行吃这个，所以呢加到这个菜里面去，我觉得饼厨还是很有创意的。这样我们吃了以后，老人小孩啊抵抗力就增加了。没错，加了一点盐。来点盐，要出锅了是吧？不，再烧一会儿，还要再烧一会儿，把汁给收干了。那其实说到这个白菜哈，你看在这个季节家家都有，总吃它，但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不适合吃它？在这个秋冬季节，也不利于每天上顿及下顿的吃它。对，白菜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呢吃多了呢它就比较寒，因为它水分多，比较寒凉一些。尤其是我们生拌白菜，所以呢，你比如说经常有点这个拉肚子、腹泻，而且一看外观上就很瘦的那种人。就是不太长肉的，那么尽量少吃。那我应该少吃点白菜，应该少吃，比较虚寒一点。没有了，其实我是说一个比较相反的，对。所以我们那种呢，一看就是皮包骨头或者是体型偏瘦的，瘦一点的少吃白菜。要中医来讲，就是脾胃虚寒。那种就是很虚寒的人，扁大厨你可以多吃点，可以多吃一点。减肥的人可以吃，对，你可以拿这个当饭吃。但是呢，比较虚弱的人，我们就要少吃。就在说话间，我们的白菜准备出锅了，是不是？出锅了。出锅之前，为了造型好看，我们要把这个白菜单独取出来，摆一摆。好，有点像娃娃菜。其实如果说家里有娃娃菜的话呢，可以一样哈，用娃娃菜来做这道菜。那味道呢？现在的这个口感会差不多。现在这个季节的白菜心呢，这个比娃娃菜要好。我觉得还要好吃，好得多。应该因为白菜现在是正当季的时候。我看的烧好之后，你看，非常油亮，是不是油亮？而且有一些颜色在这个白菜表面了。那个虫草花的那个黄色。没错，看上去也很勾人呢。这真是一道大菜。没错，很棒。好，还有把这个栗子浇上，可以。栗子放上去。白菜和栗子做一个搭配，刚才老师也说了，这是一道药膳，那么想必呢营养价值是能够相互的配合，相互的补充人体的能量的。那么我希望你在家里真的要试一试，但是在您在家里正式试之前，我们3个已经端上餐桌了，先呢
大快朵颐的尝一尝，好不好？没错来，赶快一起来尝一尝。白菜很入味儿啊。哇，颜色也很棒，而且已经有点烂软的感觉。又甜又好吃。